问有多少人知道世界排名第一的餐厅吃的是什么？答案是素菜。不是啊，难道有钱人的尽头就是吃素吗？反正我不是很能理解。但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日本资生堂这么大的品牌，还出了一个自己的餐厅，还拿了米其林1星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素食套餐。妈耶，这一顿下去不止活到150。走进这栋楼，充满了金钱的味道，可能这个就是大牌吧。它的前菜端上来的时候，就想到人间的青草地真的很需要浇水，造型很有美感。甜菜馅饼吃进嘴里，还能尝到泥土的味道，真的是非常自然的大地的味道。它是这样设计的，还是这坨绿色的青苹果圆底，它调了味的菜泥？它像芝士土豆泥它里面，但是这种蔬菜做的素食餐厅应该不会有芝士这种东西。这个是迷你版的牛蒡蘑菇饼，那这个菜要手动交织合成一下，单吃很像菌菇土豆奶油浓汤，咸甜。面包的气孔会把精华都吸进去，甚至有一点像最近很火的那个交织土豆泥。本来我对素食没什么期待，结果还有点好吃，它甚至还带了一点自然的香味。它把土豆泥做成了鸡蛋羹的那个味道。接下来是个非常硬的菜，意大利春卷，它还做了一些插花米其林。它像那个进击的巨人大结局的3粒，它里面的那个馅儿很像没有煮熟的3鲜饺子馅儿，蘑菇木耳马蹄的味道。虽然它里面没有加肉，但是确实有一种肉泥的味道。让我们来看一看意大利人的热菜是什么样子吧。接下来是一碗意大利馄饨，好像不是这么叫的，还是蘑菇汤底的黄色馄饨，像一个金元宝。第一个没尝到味儿，再来一个。它里面是莲藕馅儿，它嚼起来其实吃感也很像肉馅儿，像是东北炸藕盒的素菜版。我们叫它藕盒好了。又来了一个茄盒，但是在意大利叫茄塔，做成小搓红酒酱。它从刚刚的白素贞变成了血腥玛丽。我这个吃法可能不太准确，吃起来真的非常像苹果派，但它是油炸茄子的味道。其实吃到后面有点像川菜里面的糖醋茄龙。这个菜很天妇罗。它刚才揭开盖子的那一瞬间，小脑直接萎缩。这个仿佛是皇帝的早餐，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得见菜式吗？它是一个奶酪拼盘，特别是这个蓝纹奶酪，这世界的李伯清，非常的有味道。然后最后一盘主菜非常的有概念，整个这一盘全部是用米做的，它是饭加奶油的那个味道。它就是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白皇后，就特别是这个大米布丁，就是感觉看上去非常的纯净，但实际上是白雪公主。大米果冻、大米冰淇淋、大米慕斯、大米奶油啊！最后的甜品真的非常的震撼，花塔它真的是无从下口。就你跟我说，如果有钱人每天吃这个，我是可以理解的，我是可以接受的。这个还真的挺高级的，它有一种自带名媛光环的感觉。它像什么？就是你参加花展，然后你不小心栽进去。但是有一说一，这家店真的很适合拍照，你的甜品都很精致。它的1楼就是外带的各种糕点饼干，3楼的甜品有很多日本的贵妇喜欢打卡。推荐指数7.5分，卡维尔。这么久没更新，干什么去了？其实主要是回国了，时隔4年终于回来了，我好兴奋啊！这次来上海主要2件事儿，一是来参加个大博主的婚礼，2就是今天这家店了。早就听说上海有很多好店，但是今天这家本帮菜不仅拿了3年的米其林，还拿了3年的黑珍珠，什么牌面啊这么大！这次回国主打一个见世面。这是我回国之后探的第一家店。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晚上，华灯起，夜色阑珊，感觉很让人安心。你好，我是刘，7点半预定的3位，但他们2个还没来，我先到了，我可以进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这个餐厅是真的很大，进门的这面墙也很牛，点菜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服务态度是真的好。餐前小菜会送一个酸桃子，很脆，主要是清口用的。第一个菜就非常的重磅，九转小肠，看看它有没有保留一些东西啊。他家把小肠卷得特别的紧实，再加上小肠很瘦，是特别有层次感的劲道。油香的卤水，很想直接泡饭吃。然后是他们家的特色菜花雕醉虾，虾身里面塞得满满的溏心虾膏，真的很夸张，料汁有一种淡淡的梅子味。一嚼它，里面的虾膏会被挤出来，摊在舌头上的体验真的很美妙，但是有点贵。然后这个菜是螺片和田鸡，和田鸡是世界5大名鸡，比我有名多了。淋上料汁拌好之后就可以吃了，厚厚的鸡皮很 Q 弹，而且鸡香特别浓郁。一句话总结就是加了螺片的葱油丝鸡，但这个螺肉确实没什么存在感。然后下面这个菜很厉害，叫红鲟蒸米糕，名字取得真好。简单来说就是猪油饭蒸膏蟹，我也很高兴，它那个红膏蒸肥美，荷叶的清香也很明显。下面蒸饭用的海鲜酱油特别好，饭的海鲜味特别浓，而且越嚼越香，前肉也很饱满。但这个菜是真的扎实，建议后面再点。然后是一盘煎鱼，鱼皮炸的油脆油脆的，吃起来像蒜瓣肉。然后服务员送了我们一碗福建的卤面，因为是用虾头熬的汤，一翻面那个虾味就扑鼻而来，好浓的虾味。然后这个菜叫姜母鸭，油煎的姜片真的很香，看上去真的很像张茶鸭，但是调味却是生姜汽水。然后这个菜我很喜欢，叫葱烧河鳗，它是把鳗鱼先煎后烧，去骨之后里面塞了香菇。吃的时候我就在想，虽然它是鳗鱼，但真的很像在吃红烧肉，还是肥肥糯糯的那种，舌头一顶，鱼肉就在上膛下面散开了。这个菜是意式炸黑猪，酸甜的调味，显得炸过的猪油更香了，很像零食的感觉。然后最后的甜品是个茶冻，我真的太推荐它这个了，十分收敛的奶甜，配上浓郁的茶香，口感又像很稀的双皮奶，特别的好。今天吃了最好吃的菜，每个菜吃完都是最好吃的。删掉这一段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吃的非常的开心，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，一定常来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卡维尔，回国真好。
和牛是日本从1956年起改良牛中最成功的品种，也是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肉用牛。所以就算日本人没身份证，但这牛必须得有，就这么拽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，它在日本的和牛界非常的有名。其实日本的很多大佬都很喜欢在这家店谈生意。他家在银座，这是一个日本富人很爱消费的地方，好东西很多，但都很贵，可能我这辈子都逛不起。哎，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废话，再讲一点吧。こんばんは。17時半予約したようです。2人で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前菜的设计非常奢华，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了鱼子酱、和牛、海胆，鱼子酱的爆破感加上海胆的鲜甜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菜可以单飞？我第一次前菜吃出了过瘾的感觉。在他家吃肉的体验会很好，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烤肉师。里脊算是和牛里面比较瘦的，但就算这样一口下去都很软，因为它的肌肉里面还是挤满了很多脂肪。里脊也是牛身上最稀有、最珍贵的部位，只有吃里脊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感悟，原来牛肉本身是有味道的。你感觉是那样小一坨不油腻的固体脂肪。后切牛舌是最难烤的一个部位，这一块是舌根肉，舌头上面最软最肥的部分。嚼牛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其实我觉得不仅柠檬更好吃，因为我喜欢粉色部分那个奶味儿，又韧又软，也只有和牛的牛舌才能做到这种感觉。每一次吃横膈膜肉，咀嚼的每一下里面都有水冒出来，你能喝到牛肉汤。而且他家每一块肉的调味都不一样，淡淡的孜然味就很像烧烤。他家的沙拉真的很厉害，是用熟成的牛舌来做的，但是还是沙拉。下个菜，烤和牛虽然真的很好，但是多吃2口就会很腻。来继续吃肉，这是一块介于牛胸跟牛腹之间的肉，其实就是胸腹膈膜，比普通的横膈膜肉更肥一点，透着光看就是雪花分布的更漂亮。可能这个就是肉很脆吧，进嘴特别像牛肉版的咸烧白，嚼得你满口油香。横膈膜是喝牛汤，这个就是喝牛油。这是一片很常见的横切牛舌，从舌尖切到了舌根，没那么软，但是比较脆嫩，吃起来会有嚼内脏的感觉。我还挺喜欢那个细细的味道。然后是一片牛腿肉，还配了个米饭。我特别喜欢和牛寿司，带着肉香的米饭，中国味一下会被满足，又是他们家最贵的一道菜。下面把三明治烤脆，然后会夹着牛里脊最中间的那个部分。对不起，郑中基老师，光是制作它的过程看着就很享受，边角料会单独切下来蘸盐吃，它是非常柔和的味道。外面一层吃起来又薄又脆，因为它是油炸的，所以能够锁住很多油水。烤的温热酥脆的吐司，加上鲜嫩多汁的和牛，还刷了一层微辣带着果香的酱汁。它那个肉的质感和虾很像，吃完特别的满足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和牛三明治。然后是一片水煮的薄切里脊肉，蘸上他们家特制的咸蛋黄鸡蛋泡泡，再加上了黑松露之后，就是你已经能闻到扑面而来的汽油味了。它很像坚果蛋黄酱包裹着和牛，鸡蛋泡泡里面还有神奇的颗粒感，就像麦丽素的心，脆甜脆甜的。它还是很贴心的，给你上了一碗饭，直接泡在刚才那个汽油蛋液里。这一口饭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黑芝麻雪糕，有点像冰淇淋版的铜锣烧。果然这家店出名还是有原因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位样，就是没吃饱。烧鸟听着很装逼，但在日本就是撸串儿。不过有一些富人啊，他们觉得撸串儿这个动作非常不优雅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每天在想什么。于是有了这家店，今天直接吃出了烧鸟的真谛。不愧是托利西 K 的监制，人家这么多年都排日本第一，果然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他家在惠比寿，和东京众多米其林餐厅挤在了一起，但他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米其林的认可，我自己说了算。一进店你就会发现，越好的烧鸟店座位会离大酱越近。主要是为了那个，这个箱子是干嘛的呀？一味大酱，5个学徒，配置很日本。开始吧。小菜是一盘寿司，海苔包着鸡胸肉，紫苏叶寿司酱，上面刷了一丢梅子酱，一股淡淡的酸甜果味。第二个菜是炸春卷，里面的馅儿是鸡肉的内脏磨成泥做的，口感像土豆泥，但是内脏的味道非常浓郁，像是在很高级的烤肉店才会吃到的东西。这个菜的设计有点像喜之郎果冻，就是蔬菜版的东北肉冻，凸显的就是一个高级的感觉。这个鸡汤馄饨其实很重要，高情商，大酱在追求极致软烂的口感，低情商，它是炖了多久呀？有一点像四川的鸡汤抄手，但是超级浓郁的鸡汤打底。我回去一定要尝一下鸡汤里面加蒜头。今天的第一盘肉是滴着肉汁的烤鸡腿肉，果然没有芊芊，它滴的那个油水非常像广州那边隔水蒸鸡蒸出来那个鸡汤，鸡皮上的炭香也很明显。上一次吃到这种炭的味道还是在托利萨 K， 就日本第一的烧鸟店。还继续吃菜，这是今日份的活到150，它上面那个酱是芝士跟蛋黄搅在一起的，它有点像咸蛋黄炒到冒泡泡的那个时候的口感，味道还有一点美乃滋。接下来居然是一片鸭肉，哇，突然想起了成都的温鸭子。第一次在烧鸟店看到了鸭肉，它是用和牛的烹饪方式，低温烹饪的和鸭。这个粉嫩的鸭肉像是5分熟的西冷，鸭皮很厚，一口下去，鸭肉纤维里的油水会直接爆出来。再来一块烤的甜葱根，好的店的葱就是会很甜。下一个菜是小饼加上炭烤鸡肉丸，上面是一个鹌鹑蛋蛋黄，好可爱。它里面软嫩的部分还带了一点脆骨，非常像我豆腐嘴刀子心。把烧鸟的那个木签取掉之后，会实现更高级的一种口感。然后是海苔配烤年糕，虽然是糯叽叽的口感，但是居然一点都不粘牙，是大海的味道啊！这个菜是烤鸡皮，刚进嘴像是猪油渣，
嚼到后面像是脂肪口香糖。鸡皮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又软又脆的东西的吧？哇，这个菜很厉害，它这个造型真的很像菌霸，虽然剔除了骨头，但是保留了软骨，吃起来像猪耳一样方便。下面还搭配了萝卜泥解腻，它这段烤的非常的自然。然后是烤鸡屁股，第一次看到鸡屁股有这么好的待遇，因为它的脂肪真的很多，咬下去真实的在爆油，可能这个就是鸡油味的 QQ 糖吧，好 Q 好油。这个是他家最具特色的菜，很多客人来都会直接点3份，像是开了花的鸡腿，先油炸了一遍再烤，最后撒上孜然跟辣椒粉，里面的鸡肉还很鲜，这一盘鸡你太美了，吃一口就会爆炸。然后是素菜烤红薯，看着黄油融化，还挺开心，就跟日本人很喜欢在西瓜上面撒盐是一个道理，为了让它显得更甜。最后一盘肉是鸡腿3吃，可能因为没有签子，所以他们家每个菜都很扎实，炭火的味道让鸡肉完全不腻，甚至有点韩国烤肉的意思。最后的主食是鸡汤烤饭团，太牛了，它就是带锅巴的四川鸡汤饭。最后的甜品是一碗刨冰，在日本还挺少见的。吃完之后我发现这样的烧鸟店真的很适合开在国内，虽然不是传统的串串，也不是特别高档的食材，但是每一盘的设计都很用心，非常的出片。阿奇推荐指数9分，嘎么样？真牛啊！